我命令你立即发动进攻，彻底消灭南海纵队。周公说，你现在身居要津，同时又取得了蒋、冯、李、白这几个派系的信任，那就要争取在战役和战略这个更大的层面上，为党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你坐下。总裁今天亲自给我打电话，命令我马上发起进攻，消灭南海纵队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安石，如果说两个人打架，一个强壮，一个虚弱，强壮的不愿跟虚弱的打，但虚弱的偏要打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连城，打打杀杀的事，不应该听女人的话。我就想听你怎么说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我来告诉你，男人遇到这种问题会怎么解决吧。伤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臂。只有给对方狠狠的教训，才能让他老实。不管最后伤成什么样，至少还能留条命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做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。还是不早了，休息吧，晚安。我们已经给共产党一个机会了。通过舆论的报道，公众已经一清二楚，是南海纵队不愿意和谈。也就是说，政治这一仗，我们打得很成功。接下来，就要用我们的美式装备，给南海纵队一个致命打击。宋旅长，到。抗战8年，你在日本人手下和南海纵队交过无数次的手，可以说，在座同僚中，你是最了解南海纵队的。你来谈谈。多谢军座。南纵盘踞在白鹿山一带，我独立旅将兵分2路，发动前行攻势。军座，这个宋年还真的了解南海纵队。如果他的这个前行攻势计划能够顺利实施，南海纵队不全军覆没也要10损8九，元气大伤。军座，您还担心什么？如果宋年真如他自己所说，这么了解南海纵队，为什么这8年来他就没有剿灭他们？虽然说保安旅战斗实力弱，可是日军的战斗素养是极强的。就算他只带路，
也能把南海纵队逼入绝路。除非他跟共产党有勾结，故意放水。这个非常可能。不然郑介民怎么会能看上一个保安警察呢？他不是想表现吗？咱们就让他表现。他的计划大家都听到了，共产党南海纵队断无生路。如果这次他再让共产党跑了，我就要他的脑袋。我就是要让他连长官看看，不是光他46军能打仗，老子的保安旅也……旅长是独立旅。啊，对，独立旅。虽然咱们独立旅战斗力不行，但是熟悉地形地貌，闭着眼睛我就知道哪儿有块石头，哪儿有棵树。他美式舟桥团都过不去的大河，我宋年就有本事让坦克车大摇大摆地开过河。诸位，你们都给我听好喽，这一仗事关咱们今后还能不能吃这碗饭，还能不能在本地立住脚，还能不能得到张发奎司令长官的全力支持。所以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坐。还是有件事，我想请你帮忙。你为什么问都不问就答应了？有必要问吗？我说过我相信你。可是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危险性。我知道。我最不愿你替我去冒险。可是在这儿，没人能够帮我。别担心，我没那么娇气。先生买点水果吧。不要不要。先生买点吧，不贵的。你这光水果多少钱啊？随先生给，只要不说在哪儿买的就行。给。谢谢先生。命令各部6时整到达指定地点。是。司令员同志，这个就是宋年旅围剿咱们的军事部署。太好了！哎，韩特派员，你这是从哪里搞到的？哎，司令员同志，这可是咱们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啊！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哎呀，我的意思啊，如果有机会，你一定要向上级报告，给这位同志请功啊！我会的。政委，召集各个支队开会，
这一次啊，我们要让宋年这个狗汉奸尝尝我们的厉害。好。开火！开火！开火！吕总，他们应该到这儿了。2个团应该会师了。报告吕总，2团会师了。好。天衣无缝。这是吕布，吕总电话。哎，抓到匪首了吗？报告吕总，匪首全部溜了。溜了。我早料到了。歼敌多少啊？报告吕总，整个营地1个人都没有。耳朵聋了！我问你，歼灭多少敌人？吕总，韩纵消失了，我一路扫荡，完全没有遇到抵抗，也没有看到一个共军。不可能，我的铁壁围河滴水不漏啊，一头路都逃不出去。报告李总，报告李总，共军打过来了。喂！你们在哪里？旅指挥所被摧毁，所有参谋和报务人员全部死亡。本次战役，宋年旅共计损失487人，后勤处以及警卫营官兵327人阵亡，伤50余人，近100人被俘。进攻部队无1人死亡。伤员多是行军和进剿途中摔伤，更为严重的是，旅指挥所内所有地图和文件，包括我46军在全岛的布防图，全部遗失。现场没有留下1张纸片。那我46军岂不是全部暴露在南海纵队面前？混蛋！指挥所、参谋、警卫，一个都没活下来。为什么他这个旅长就没死？是不是交火前他就跑了？交火的时候他在哪儿？据宋年自己说，屁！他放的屁你也信吗？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给这家送水果的。给这家送水果？谁让你送的水果？是这家夫人订的。怎么回事啊，小刘？太太，说是您要的水果，人家给送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好，是。哎，进来吧。红英，嫂子，嫂子，林局长在家吗？他不在，白天他都在司令部。我找你有事儿。水果我都要了。小刘，你把水果收了。是。来，进来，我给你拿钱。哎，堂堂一个旅长，就算再不会打仗，跟着日本人屁股后面6年时间，顾头不顾腚，屁大一场仗，居然被共产党连老巢都给端了。你们说，这样的旅长能留吗？跟着这样的长官，底下的士兵还有活路吗？宋年在哪儿？军座，我怕张发奎长官会误会军座，没逮捕他，但派人看住了他。慢点儿。中午挑着担子走了一路，渴死我了。红英，你真行啊！你把自己打扮成这样，人家卖水果的都是当地人，你一北方人一张嘴就露馅了，骗不了人的。
嫂子，我就没打算卖水果，一路也没吆喝，直接奔你家来了。来，坐下说。我是连城。校长。是。校长，知道的会说是张长官的手下无能，不知道的会说46军妄称国军精锐，说校长用连城不当，学生给校长丢脸了，让校长在李白二长官面前。这，你不用顾虑。李德林和白建生把46军交给你连城，比交给张发奎放心。连城，世上无常胜将军，打败仗没有关系，关键要明白是怎么败的。是。我认为，仗虽然是宋年打输的，但是责任应该由我连城来负，所以连城请求校长对学生予以惩戒。是学生太多顾虑和张长官的关系了，同意宋年旅担任这次进攻行动，最终导致惨败。你没有错，我常跟你们说，军事要服从政治，一场仗打输了可以下次赢回来，政治上要是输了，就再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我不会处罚你连城，但善后处置你还是要小心，不要激化与粤系的矛盾。多谢校长，请校长放心，我一定会妥善处理和张长官的关系，绝不给校长添任何麻烦。嫂子，你能不能帮我弄一张出岛的通行证？嫂子，我知道你在想啥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红英口口声声叫你嫂子，就是为了跟你套近乎，利用你国民党夫人的身份帮我们共产党的忙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红英不是那种人。对，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忙，但是我红英也真心喜欢你，真心把你当嫂子，真心把你当姐姐，所以这一次我招呼也没打，就直接过来了。红英，我也喜欢你，我也愿意认你这个妹妹，真的。嫂子，那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你让我再想想。嫂子，你说以你的身份要张通行证，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了吗？啊？弄通行证不难，可是弄到之后呢？如果真的这么容易，那你们南纵为什么会跟上级失去联系这么多年？难道从来没有人出过岛？你和韩奎怎么进的岛？共产党为什么千里迢迢地把你们从北方派到这儿来？这些你都没想过吗？我还真没想过。你不想，可是我会想。连城不但是46军的军长，还是最高长官。虽然他不想和南纵打仗，可是他的上头有张发奎和蒋总裁压着。退一万步说，你们就是把连城杀死了，又能怎么样？难道政府就不剿共了？不会再派别的军长来吗？红英，我不知道你出岛要干什么，我也不会问，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跟我说实话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对于南纵来说，连城应该已经是最好的对手了。与其针尖对麦芒，最后弄得全军覆没，不如相互配合，拖延时间。我相信，连城对蒋总裁应该是可以应付的。日本人在岛上6年都没做成的事情，凭什么要他短时间之内就完成呢？可是必须得有默契。南纵一定要把连城当作合作者，而不是敌人。
你信誓旦旦的保证，你的潜行攻势可以一招制敌，置共军的南海纵队于死地，有言在耳啊！现在，非但没能摧毁南纵，而你自己的指挥所却被共军端了老窝。你说说看。军座，我认为潜行攻势计划没有问题，只是问题出在共军好像提前知道了我们的军事部署，从而准确地选择了我2次。放屁！计划是你做的，这个屋里包括我军长在内，都是在行动前1天才知晓你的计划。你说情报泄露，那泄露情报的共谍是谁？你指出来，我当场枪毙了他。说不出来是吗？那我来告诉你，泄露情报的人是谁。这个共谍不是别人，就是你宋年自己。什么？我自己定的计划自己泄露，这太可笑了吧？可笑吗？一点不可笑，我觉得可悲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以日本人这么高的战术素养，又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上，花了6年时间，却剿灭不了区1万多人的南海纵队。为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南海纵队一直提前知道日军的行动部署，从而避免袭击。那知道情报的人是谁？能够提前了解日军进攻行动的中国人有几个？除了翻译官，也就是你这个保安旅旅长了。他们谁也不告诉，也要告诉你，因为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故事讲得真好啊！那我宋年也算是个地下抗日英雄吧？抗战胜利，没把你这个汉奸给枪毙了，而让你当上了国军的少将，你也就这点本钱了。但是，我们的情报系统却被你蒙骗了。你不是为了保南纵，你是为了钱财，还有你自己的前程。你非常清楚，如果剿灭了南纵，日本人就不会再养你这个打不了仗的保安旅，你宋年的舒坦日子也就到头了。你不是什么抗日英雄，你就是一条日本人的走狗，一条吃着主人，却在背地里出卖主人的不折不扣的走狗。你敢玩弄我抗日战场上的钢铁46军余股长，你又想用对付日本人那套来耍我？你看看这些将官，每一个人都是提着脑袋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拼杀了8年，才换来一颗将星。而你呢，卖身求荣，镇压同胞，血债累累，吃完了日本人，再吃南纵，现在就想吃到我头上来。你有资格穿这身军装吗？我不杀你，都对不起这帮兄弟，对不起抗日战场上殉国捐躯的烈士们。军座，空口无凭，你不能污蔑我呀！来人，给我押下去！军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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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座！军座，惩治宋年当然大快人心，可这个宋年是郑介民的人啊，让他来找我。郑介民能通天啊！天塌下来，由我顶着。
唐小姐果然厉害，难怪连城这么信任她。她怎么厉害了？其实我倒觉得吧，她话中有话，软中带硬，我都想不明白，就赶快过来找你了。红英，现在咱们可以确定，连城不像其他国民党军官那样，非要剿灭南海纵队不可。但是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做，我们都要利用他这一点，确保南海纵队生存下去，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个唐小姐怎么厉害啊？人家唐小姐句句话都说在要害上啊。按说南海纵队的电台41年就丢了，即便这电台丢了，可是派人出岛，完全可以跟南方局，当时叫南委，取得联系。可是纵队领导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？为什么？卖什么关子呀你？快说，为啥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任南委。怪不得他们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呢，很多重要机密还都不让我们知道。可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南委，所以42年中统端掉整个南委机关，却没有能同时摧毁南海纵队。因为南委根本就没有掌握南海纵队的情况，党中央跟南海纵队也多年失去了联络，所以他们对南海纵队的情况也不了解。这就是为什么南海纵队没有被列入共产党的抗日武装。他们甚至连南海纵队是不是一个完整的队伍都表示怀疑。可现在南海纵队还在坚持呀，我们看到了。是啊，可是那也是我们来了之后才看到的。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特殊的情况，所以保证这支队伍生存下去就变得尤其重要。不能让这支独立艰难挺过8年抗战的这支队伍，在抗战胜利之后却毁在国民党部队的手里。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，只要能把这支部队完完整整的带回家，那么我们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红英，你随时都要有被误解的思想准备，因为长期跟上级失去联系，使纵队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抗日战争，甚至是10年内战的时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于我们跟连城的接触都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。你还真行啊！就凭你这几句话，就把这么难解的一个谜团给解开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说。那唐小姐说出岛没用，这话一点没错。我们既搬不来救兵，又不能搞来一部电台让他们跟中央联系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回延安，把这儿的实际情况都告诉党中央。回延安，回延安，我早就想回延安了，这里啊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那我还想回去呢，可是我们回去了，这儿就没有南方局的人了。所以，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苏大哥说那些话的含义。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中央会把我们从延安派到这儿来，因为他们不信任南方局。当然，他们对于我们也不完全信任，可是至少他们没有赶我们走啊。那是因为我们这2个北方人还不至于威胁到他们。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通知我一声。连城啊，你瘦了，也黑了，
先生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让副官给您安排住下。不用了，我已经住下了，这些小事儿就不麻烦你了。先生已经住下了。是啊，阜成医院，我们系统内部安排的，你就不用费心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地主，您总不能让我……我们之间还需要客气吗？我要是真没地方住，我就直接住到你家里去了。我不进你军部了，这样吧，一会儿一块吃顿饭，我已经安排好地方了。先生，让我尽一次地主之谊吧，这顿饭我请。你放心，有的是机会，我啊还要在这儿住一阵呢。好，怡园餐厅，别晚了啊。对了，叫唐小姐一块儿来吧。还是，我们在一起后，我就没穿过皱皱巴巴的衣服。你给我运那么多衣服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就是啊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当一辈子管家的吗？怎么现在都是我在给你干活啊？那就记好账，以后我一笔一笔还。还是，这条裙子穿在你身上真好看。啊，我是说，人好看。什么时候学会夸人了？冷场里为什么非要让你带我去啊？从他这种人嘴里说出来的话，都是居心不良的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。其实你最不愿见的人，就是冷场里。有什么办法呢？除非躲到一个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。还是在重庆的时候，我老做同样一个梦。梦里我牵着你的手，走在一条路上。这条路很长很长，没有尽头。可是每次梦到同一个地方，就会醒。到了这里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。你说，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？意味着你得抓紧我，别弄丢了。连城，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但是你放心，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。离开重庆，我以为可以摆脱冷场里，可他突然出现，让我意识到不能大意。我是本地最高长官，可他悄无声息的来，又悄无声息的住下，我连一点风声都没听到。以他中统副局长的身份，就是在重庆，无论他出现在什么场合，都不会不引起震动。可见，这个孤岛并非一潭静水。别怕。你不是说过要扎好藩篱吗？咱不怕他，走吧，晚了要迟到了。
连城哥，连连，你怎么来了？先生让我陪他来，说这里阳光明媚，不像重庆那么雾气沉沉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。我们早就见过了，是吗，连连？先生让我来接你们。连城啊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这次可真是不容易啊！怎么不容易？这个46军啊，是桂系白崇禧的精锐，拨给了广东张发奎管。总裁呢，却让你来当这个军的军长，偏偏你又不是两广的人，可他们却都能够接受你。你能够指挥这个军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！这叫鹬蚌相争，我就是那个渔夫，还多谢总裁栽培呢。说得好啊，不过你可不能做独钓寒江雪的渔翁啊。唐小姐，你该感谢我啊。此话怎讲啊？当初就是我推荐连城到你们家做管家的，是吧，连城啊？是。那我该怎么感谢冷先生呢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来，里边坐吧，请。哎，来，这第一杯酒，我敬唐小姐。先生，他心脏不好，我替他喝了吧。他沾一下嘴就行。不过今天这第一杯酒，我必须和唐小姐喝。冷先生，这不合适吧？在这桌上，我也不是最重要的人啊。唐小姐啊，你错了，在我的眼里，你才是最重要的人啊。连城是个好军人，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。他心地太善良，太坦诚，做人这是好品质啊。可是，在盘根错节、尔虞我诈的政坛上，这恰恰是他致命的弱点。连城缺的就是政坛上的历练，而你能弥补他的不足啊。冷先生高看我唐爱诗了吧？太姐，或许我们之间有误会，但是我说这些，绝无任何恭维和虚情假意。我是非常真心的为连城能够得到你这样一位红粉知己而感到高兴啊。我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的经历，不明白冷先生何以判断我了解政治啊？唐小姐如果不介意，我提过去。当年你家可是夜夜高朋满座，哪一位不是政坛高手？又有哪一位敢说你唐小姐不懂政治啊？冷先生夸奖了，我不过是爱热闹，喜欢结交朋友而已。唐小姐过谦啦，好品德啊！来，连城，你就替唐小姐把这杯酒喝了。不，女人都爱听好话，尤其冷先生的夸奖更是难得。就冲这，我也应该喝了这一杯。谢谢冷先生，请。唐爱诗被冷长里的话惊着了，冷长里没有把她当虚荣女人，反而评价极高。这意味着在冷长里眼里，他唐爱诗已经挂上号了。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下面随意吧。连连啊，你们兄妹俩是不是也应该喝一杯啊？先生，
连成哥喝不了酒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小时候他偷酒喝，结果醉了1天1夜。酒醒后，我爹又罚他站了1夜。从此，他滴酒不沾。